他没撒谎，是本王冤枉了他。仔细想想，王妃嫁入王府之后，不仅没有做过坏事，反而一直在行善救人。先是救了九哥，然后是咱们的暗探，前不久呢还救了皇后娘娘。重点是从来没有挟恩图报过。本宫阅人无数，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最是难得。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给，把他嘴堵上。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朽佩服。我要是出了什么事，绝对饶不了你。孩儿，哦，最重要的是他至纯至善，不似他人一肚子心眼儿。姐姐不要！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阴险狡诈之人是他林月熙，爱信不信。同样的苦肉计用了2次，也就萧夜寒你这个狗脑子会相信。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来，给您药站好了，大夫，慢走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啊？让姐姐看看。哎呀，别哭了啊，姐姐给你擦一擦啊。好啦，这就干净啦。王爷，真乖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谢谢姐姐。走吧。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我的玉佩怎么在你那儿？这是你的玉佩？当然了。是你，真的是你啊！什么是我呀？你到这儿来到底干嘛？母后想你了，宣你立刻进宫。你没和母后说咱俩的事儿啊？母后大病初愈，本王担心她忧虑伤身，并未将合离之事告知。你要实在不想去，就算了。心情愉悦，确实能让身体恢复得更快一些。行吧，我跟你走一趟。见过母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孩儿说你病了，那便在家好好休息才是，还跑出来做什么？皇后并没有召见我，你为什么把我骗到这儿来？身为子女，给母后请安天经地义，非得要召见才能来吗？你搞清楚，我们两个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接下来有何安排？回医馆坐诊，明日回家看看我娘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我夫妻一场，本王还从未拜见过岳母，与礼不合，就算要分开，也要补齐礼数，以免落人口实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你这种人，竟然还懂礼数，搞笑。哎，这，快拿进来。王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本王明日为你准备的穿戴。你明日回门，若是穿得太寒酸，岳父岳母岂不是以为本王怠慢你？萧夜寒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没耍什么花样啊。哦，对了，本王思来想去呢，觉得还是不能失了礼数，所以本王决定，明日与你一同回去。回你个头！咱俩都和离了，现在你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猪，送客。小姐，送客。王爷，请吧。小姐，您觉不觉得王爷如今对您的态度有些奇怪？臭男人喜怒无常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啊，您说王爷他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恨我入骨，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恨不得拔之而后快。不用理他，睡觉。你给我松手！你个贱人！这些父子田地是我留给简儿的，我不
去吧。那我更要留给姐儿。放开！这可是老爷的命令，难不成你想违抗老爷不成？娘，这老女人的铺子田地归你，珠宝首饰归我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不过你可得给我搜刮干净啊，一个都不许给他留。好嘞。起开！娘，快起来，让我看看。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想找死。你嚣张什么呀？还当自己是楚王妃呢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早就被楚王一纸休书赶出王府了，跟你娘一样没用。住口！你敢打我女儿，你滚！住手！老爷，二小姐一回府就打我的玉儿，你要为我们母女俩做主啊！你这个目无尊长、肆意妄为的东西，还不跪下认错！要不是这两个黑心的母女羞辱我娘在前，侮辱我在后，我这才打他们2巴掌，有什么错？我们林家的人，自有我来管教，还用不着你这个弃妇来惩戒。我算是知道了，我当他们2个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抢当家主母的财宝？原来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。见我失势落井下石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枉为人夫，枉为人妇！你敢出言顶撞，来人上家法！放开我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起开！武王殿下到！松开！松开！王爷大驾光临，小女举止不堪，惹怒王爷，我正想教训他一顿，给王爷出气。本王的王妃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教训？你不是休了他吗？本王昨日还和王妃一同进宫，拜见母后。休憩一事从何说起？是月溪姐姐亲口告诉我的，休书都出了，怎会有假？本王说了，并无此事。林大人宠妾灭妻，指使小妾抢夺发妻陪嫁，对王妃滥用私刑，条条都是重罪。王爷，下官有错，请王爷恕罪呀！请王爷赎罪啊！你们3人，待会儿各自去衙门自理30大板。是。见过岳母。王爷客气了。抬上来。一点心意而已，请岳母笑纳。她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商户女，怎配收王爷礼物？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。林大人，这就是你的家教。你这个孽障！当着王爷的面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快，向王爷和王妃认错！王爷，王妃，我错了。王妃的母亲就是本王的母亲，从今以后，谁再敢对她不敬，就是与本王作对。本王绝不轻饶。是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今天什么意思？咱俩都已经和离了，你跑到我家，在我娘面前，你装什么孝顺女婿啊？岳母和蔼可亲，本王一见如故，表表心意而已。莫名其妙。哎，等等，你要不搬回王府住吧？萧夜寒，你失忆了，咱俩和离了。本王只是觉得，你父亲到时候如果知道了你和本王分居的事情，指不定哪天又得欺负岳母。用不着。不过今天有你这么一出，我估计他们应该一时半会儿不会把我娘怎么样。等过些日子，我自己再想办法把我娘救出来。
王爷又在思念王妃吧？谁说本王在思念她？本王明明在研习兵书。到了。哎呦，我说王爷，你要是想王妃，你就去找她呗。本王都放下身段找了她那么多次，可她还是油盐不进。本王如何还好意思再去？也是，王妃她又美又有才，医术还这么高，你不好意思啊？可有的是人好意思。这万一王妃被别的男人盯上，谁敢？休书已下，王妃现在可是自由身。我听说啊，最近这镇南王世子去得很殷勤。哎，王妃在医馆。这狐药性喜阴凉潮湿，对环境要求极其严格。会在哪儿呢？我说萧夜寒，你这人怎么阴魂不？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见到本世子不高兴吗？换做其他女人，早就兴奋地扑上来了。你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您请自便，我这儿烦着呢。这无趣呢。你的养颜面膜啊，让本世子大赚了一笔。这是给你的分成。世子啊，这个分成我就不要了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你说？我想请你帮我查一查在京城走私狐药的商队，这种事情对你来说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说得好，天大的难事，本世子出马都能搞定。看在你这么了解本世子的份上，这个忙我帮了。那我就谢谢世子你了。见外了啊，咱们什么交情？这忙呢，我照样帮。这分成啊，也不能少了你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，先本王打扰了你们两个的约会啊？是啊，我和世子相谈甚欢，你来到这儿，那可真是大煞风景。楚王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不要耽误本世子约会。你，镇南王世子与本王的王妃约会，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？你是楚王妃啊？前楚王妃，我和她早就和离了。你听到没？若若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还一口一个王妃叫着，不合适吧？你还敢叫她若若？若若，我就叫了，怎么着吧？若若，闭嘴！这女人真是可恶，才多久就琵琶别抱，太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该说不说啊，这镇南王世子的眼光真不错，跟王爷您有的一拼。过分，太过分了。虽说镇南府有钱有势的，但是世子妃怎么能跟咱们楚王妃比呢？这谢南渊更是可恶，肯定是听说了本王与林若姐最近关系不睦，就趁虚而入。马上就是宁老王爷寿辰，皇上要在皇宫设宴，不如王爷邀请王妃一同前去，还能趁机修补关系。既然他要移情别恋，本王就没必要修补关系。现在可是有镇南王世子唱和其中，本王才不在意。那万一被他追走了呢？既是宁王叔寿辰，她又是本王的王妃，若不到场，确实是失了礼数啊。王爷所言极是。虽然王爷不想与王妃修补关系，但是出于礼数，王爷还得邀请王妃一下，不是？有理。你这个人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明日是宁王叔寿辰，
父皇母后在宫内设宴，你我身为晚辈，出于礼数，理当出席。本王这是为了正事儿，才不是本王自己想找你。萧夜寒，我告诉你，事不过三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宴会结束之后，你赶快和父皇母后说清楚。好。明日赴宴，王爷穿这件。本王从不穿此颜色。可王妃喜欢红色。王妃喜欢关我何事啊？哦，就这件吧。夜寒哥哥，你怎么能带她来寿宴呢？她身为楚王妃，与本王一同赴宴，有何不妥？可是她前些天才拿刀刺伤了月溪，月溪差点性命不保。你怎么能带一个品行如此恶毒的女人来赴宴？出了麻烦可怎么办？她品行如何，本王心里清楚，无需林姑娘知会。夜寒哥哥，月溪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跟月溪说话？本王的王妃不希望别人来给她泼脏水。神经，他今天是吃错药了吧？宴会要开始了，进去吧。萧夜寒，你就是京城第一才女啊！可明明论容貌、论才气，我们家若若都比你强多了呀！你这名头，怕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吧？承蒙皇兄皇嫂好意，在宫内设宴，臣弟不胜荣幸啊！快快免礼，今日是你寿宴，咱们只论兄弟，不论君臣。弟妹身怀有孕，王府即将添丁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多谢皇嫂。哎，祝皇帝寿福安康，天子天福。寿福安康，天子天福。浅酌微饮，意已酣，既有美酒，怎可无诗？素闻月溪才华名动京城，不如就作上一首，让我等开开眼界，如何？皇帝，你这消息可不太灵通啊！现如今论起诗才，楚王妃称第二，整个京城啊，没人敢称第一。哦，竟有此事？难道楚王妃才是京城第一才女？姐姐才华横溢，妹妹自愧不如，还是由姐姐来做吧。七夕家宴上，姐姐所作之诗词，首首妙绝，想必今天也不遑多让。今日是宁皇叔寿辰，楚王妃若是做不出上次那般好的诗句，那便是有意服了宁皇叔的颜面了。没错，宁皇叔可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要是不给宁皇叔面子，那就是不给皇上面子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打个赌。我要是做出来了，你们三个一人输给我1000两；我要是做不出来，我输给你们2000两。敢不敢赌？区区1000两银子，有何不敢？你尽管做来。我也押1000两，我赌你做不出。林妹妹，这件事情是由你挑起的，你要是不参与一下子，那可真是不够尽兴啊！姐姐有此兴致，妹妹也不能服了姐姐的面子。千金一求，好诗难得，
楚王妃切莫逞一时意气，尽力即可。母后，您放心，晨曦自有分寸。若若，你放心做，输了也没有关系，不管多少银子，本世子替你出了。楚王府不缺钱财，王妃的赌约自有本王接下。父皇，您最善看诗，不如就由您来替晨曦评阅优劣。好啊，不过如此比试方式，该以何为题呢？比试方式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不设题目，只论质量的优劣。如果我做的不如七夕家宴上，那就算我输；但如果我做的不比上次差，那就算我赢。父皇，您意下如何？甚好，你且坐来。我就不信你次次都能做出千古绝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诗啊，确实是好诗语言清新质朴，无刻意雕琢之意，却别有一番道理在其中。尤其是后两句，更是可以做醒世名言呐！妙极！楚王妃随手一作，便是如此好诗，真是令本王刮目相看。怎么样？掏钱吧。这点小钱罢了，月息的和丹砂的，本王一并出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还没完呢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浅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，完全不输上一首啊！别急，我还有呢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诗，好诗。史官，多少首了？不多不少，正好100首了。我要你们3个，一人10万两白银，刚好30万两，足够了。啊，这么多钱，把我全部嫁妆拿上也不顾赔的。若是我母亲知道了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多首诗？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好孩子，你真让朕大开眼界。此等好诗，平日里1首也难求啊！今日竟一口气得了100首，有楚王妃这等大才，实乃我大奉之幸啊！父皇，宁皇叔，过奖了。其实我今日所作之诗，全部都是为了宁皇婶。此话怎讲？我听闻宁皇婶宅心仁厚，在各地都办了学堂，收留那些孤寡儿童。我想将今天挣来的30万两白银，全部都捐给学堂，以尽我的绵薄之力。楚王妃不仅胸有大才，你看，还心怀大爱，真不愧是皇室后辈之楷模呀！好，传令下去，命史官速速记载，不得有半分疏漏。
林若晴，你给我等着！宁皇婶，您拍相平稳，只不过脉搏偏弱了一些。您平常是否感觉到头晕乏力、胸闷出汗？确实如此。那就是了。这女子孕育胎儿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再加上您年岁稍高，身子重了一些，这些也属于正常的。妾身与王爷成亲数十年，这好不容易才盼来这胎，再辛苦也甘之如饴。那宁皇婶，您稍坐一下，我去给您开一些安胎调理的方子。那就有劳了。不客气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宁皇婶，宁皇婶，子宫破裂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林若晴，你竟然敢害宁王妃性命！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云朗，云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他把宁皇婶推下台阶，看来宁皇婶还怀着身子，受此重创，只怕要一尸两命了。林月汐，皇叔，事情究竟如何还无法下定论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救人要紧。太医，沈太医，快，沈太医！不是我推宁皇婶下去的。我相信你。宁皇婶情况危险，我必须马上对她进行手术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就在外面帮我把门守好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你放心，本王一定替你守住。快跟上，快！云朗，云朗，太医来了！皇叔，你坚持住！父亲此刻在房中为皇婶治疗，您不能进去。这个混账！他是害了云朗的凶手，你怎么能让他给云朗治疗？你到底要他什么情？皇帝稍安勿躁，楚王妃不是这种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对，他亲眼所见，难道还能有假？你当真亲眼所见？皇上在此，欺君可是要掉脑袋。玉溪不敢撒谎，确确实实看到是林若晴将宁王妃推下台阶。听到没？赶紧让开！反正宁王妃死定了，林若晴，你就等着给她陪葬吧。我不能把云朗交到杀人凶手手上。皇叔，侄儿敢用性命担保，若锦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皇叔万万不可信他，他们夫妻二人一体，林若锦残害宁皇婶，保不齐就是他受益的。林若晴，你给把我滚出来！皇叔，云朗，皇叔，本王来救你了。皇叔若是进去，皇婶性命难保。一派胡言！依本王看，你
们就是想把宁皇婶母子二人活活拖死。宁皇婶的复仇，怀的可是宁皇叔唯一的孩子，宁王一脉，难不成就要这样葬送在他的手中了吗？我要跟你拼了！皇叔便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让您进去。云郎母子是本王的命根子，你这样做不仅害了他们性命，连面都不让本王见。皇兄，你要替臣弟主持公道啊！父皇，四弟如此执意阻拦，定有古怪。老四，朕命令你让开。父皇恕罪，儿臣答应过若锦，绝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你可知抗旨的后果？任何罪责，儿臣都愿一力承担。好，来人，是，给朕把楚王拖开。是。云郎，云郎，恭喜宁皇叔，喜得灵儿。太好了，本王终于后继有人了啊！好，庄妃，宁王的孩子能够平安诞生，你功不可没呀！事已至此，咱们也该还楚王妃一个公道了。多谢楚王妃，原来既是本王误会你了。宁皇叔，您不必客气。林若锦，你居然活生生剖开宁王妃的肚子，取出孩儿你好狠的心啊！云郎，云郎，啊！云郎，云郎，你竟敢这么对待云郎！宁皇婶突然摔倒，所以导致子宫破裂、大出血，只能剖腹产。依我看，就是林若锦怕残害宁皇婶的罪行败露，便用此残暴之法，剖腹取子、杀人灭口，来个死无对证。大家切不可被他蒙蔽。真是无知！剖腹产是女子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已，并不会要人性命。还在胡说八道！这肚子都剖成这个样，还怎么活？父皇，宁皇婶惨死在林若锦手中，还请父皇治他一个蓄意行凶之罪。宁皇婶没有死，怎么可能？你似乎不想要宁皇婶活下来。叶寒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希望宁皇婶可以平安无事啊。宁皇婶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再休养一段时间，便可以恢复如常了。太好了，云郎，女子生产如遇血崩，十死九生。今日幸好有楚王妃在，才能保得弟妹母子平安。楚王妃的医术，当真是世间罕见，精妙无双啊！哎，皇叔，楚王妃救了本王妻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本王的大恩人。皇叔，您快请起。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，不必太客气。你是怎么摔倒的？是妾身自己身子虚，头晕没站稳，这才闹出这场乱子。你不是说亲眼见到楚王妃把宁王妃推下台阶吗？可能月溪一时眼花，没看真切，误会了姐姐。没有真凭实据就敢信口污蔑，其实一句误会就能解释清楚的。要不是楚王妃医术高超，恐怕今日这冤屈是洗刷不掉。林月溪，你捕风捉影，造谣生事，朕罚你禁足3月，父亲官降3级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是。今天你不惜抗旨，是死守的，我对你倒是挺刮目相看的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再说了，本王只是为了守护宁皇婶平安生产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帮了我。要不，我请你吃个饭？本王最近事务繁忙，这个得回去安排一下时间，或者你……哎呀，这么麻烦啊！那下次吧。哎，王爷还挂念王妃那顿饭呢？
笑话，本王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，一顿饭而已，也值得本王挂念。这个女人也真是，请人吃饭一点诚心都没有，本王也没说不吃啊。就是啊，这王爷肯赏光，其他人肯定受宠若惊，只有王妃率性耿直，不愿意曲意逢迎，更显得与众不同，不像那个林月溪，表面上看上去温柔无害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她不仅刺伤自己，嫁祸于王妃，今日还污蔑王妃残害宁皇婶。每王妃救人，她就在旁边煽风点火，百般阻挠。当初真是本王看错了人。就是，好在王妃妙手回春，救下了宁王妃，自证了清白。哎，不过王爷，这个剖腹取子还能母子平安，这王妃莫非是一仙下凡？不仅如此，她还坐实摆手，首首不凡。才华之高，真是世间罕见。就像这首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故国，半缘修道半缘君。”真是缠绵悱恻，动人无比。见过沧海巫山，再看其他的地方的云和水，就再也看不上眼了。爱过一个男人，再看其他男人，也再也看不上眼了。属下知道了，王妃凭借这首诗，在跟王爷吐露心迹呢。当真？王妃爱慕王爷，京城皆知。这首诗不是写给你的，还能是写给谁的？此等情诗，私下呈与本王即可。大庭广众之下念出，本王倒不便回应。这女孩子啊，脸皮薄，怎么好意思私下表白呢？哎，王爷，不如您再约王妃一次，主动表明心迹。有道理，本王身为男子，理当主动一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怎么了？世子胸口特别难受，您赶紧给看看吧。都有些什么症状呀？胸闷气短，心跳加速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。是哪儿？这儿吗？呼吸疼吗？不好，好像这要蹦出来了。哎，送你的，喜欢吗？谢南渊，我忙着呢，没空在这儿跟你胡闹。我没跟你胡闹，若若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咱俩真不合适。这有啥不合适的？你有美貌，我有钱。你有好医术，我有好多钱。你有数不尽的才华，我有数不完的钱呢，天生绝配。我看你啊，不光有钱，还有病。你暂时不接受本世子也没有关系。那看在咱们一起合作过的份上，一起吃个饭不过分吧？不吃，我一堆事儿忙着呢，你给我起开！你今天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了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一回啊！吃完这一次饭之后，你不允许再胡闹了。一言为定。若若，是不是糖葫芦？来一串。撒开，这是本世子给若若买的。本王的王妃想吃糖葫芦，自然该由本王来买。老板，来串。休书都写了，还算哪门子王妃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哎，我就管了，怎么你们两个松开！你们两个大男人，为了跟糖葫芦在这里斗嘴赌气，无不无聊？老板，我全要了。本
本世子出双倍，糖葫芦给我，我出10倍，比钱多是吧？本世子就从来没有输过，都给你。两位，别争了，人家姑娘啊早就走了。不是，你这人烦不烦呐？本世子好好的约会，就这么被你给搅和了。本王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骚扰若姐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若若，这个谢南渊，对本王的王妃死缠烂打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。真南王世子不过是仗着钱多，可是这女子在乎的往往不是钱，而是心。只要王爷能让王妃感觉到您的心意，王妃肯定能回到王爷身边。没错，既然王妃喜欢糖葫芦，那本王便为她亲手打磨一串世间独一无二的糖葫芦。这个是糖葫芦？是也不是，这个是我们王爷用暹罗国进贡的鸽血石亲手打造的，鸽血石坚硬无比，我们王爷用了足足8天的时间，用坏了9把锉刀，手啊都磨出了10个血泡才完工的。你说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做个不能吃的假糖葫芦，闲得慌吗？那你可有从中感受到什么？的确有。我呀，感受到了，你脑子有泡。小姐，奴婢去醉仙楼排了2个时辰的队，还是没有买到小姐最爱吃的红豆糕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买到那就下次再去买呗，说不定到时候就能买到了。啥？王爷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那咱们怎么做红豆糕啊？本王文韬武略，区一个红豆糕而已，岂能难倒本王？听本王指挥。是。王爷，要不我去醉仙楼排队买吧。买来的和本王亲手做的，心意能一样吗？走。王爷，哎。王爷，等等，太医，太医，王爷，你站着住！太医，太医。本王亲手做的，尝尝看。居然味道还不错。本王动动手指便能做成，易如反掌。这么容易？那就有劳王爷再帮我做上20份。
小菜一碟。20万，咱们得做到什么时候？只要王妃喜欢，别说是20分，就是200份，本王也得做。来，在我前面站好，来我前面站好啊！我说好了，今天请你们吃什么？红豆糕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想想，来，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你的。您做的这么辛苦，结果被王妃多给分还有谁？好，你的，这给你一个。还有呢啊，再给你一个，真乖。马上要抓到了，快跑！让我呀！嘿，这边。嘿，科举舞弊案，老四已经拿到了不少证据，再这样下去，本王迟早要完蛋。要不，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。不急，明日我先去探探。若他肯手下留情，那是最好。那若是他不肯呢？若他不肯，那就杀。送你个礼物，在下的一点心意，还请你笑纳。哟，你眼光不错嘛。你说吧，你送我东西干嘛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小猪姑娘能否将王妃的喜好告知一二？还给你，我小猪可不是那等卖主求荣之人。小猪姑娘当然对王妃忠心耿耿，不过王爷与王妃本来就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若咱们能帮助他们重归旧好，咱们做下人的也算是功德一件了。那你肯定听好了，我家小姐喜欢她，喜欢。哎呀，我家小姐好像除了每天在医馆坐诊外，就是看书，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喜好。那在王爷和小姐复合这件事上，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哎，别灰心嘛。哦，对了，今晚城南啊有个花灯会，你若是能把王妃引过去，我保证能让他们两个死灰复燃。啊？不对，旧情复燃。真好看。今晚城南有个花灯会，咱们去逛逛呀。没兴趣。王妃也去。等着，千真万确，花灯会每月一次，热闹非常，是青年男女约会谈情的绝佳场所。王爷若能与王妃同游，想必关系会更进一步。可本王如何向王妃邀约啊？不需要理由，偶遇。偶遇？小姐，你看这花灯会多热闹啊！比在医馆看书有意思多了吧？我一向不爱热闹。您就当陪陪奴婢嘛。啊，行。你消息准确吗？他当真会来？肯定准确。1个月俸禄换了，不可能不准。一会儿啊，咱们应该去。哎，小心点。你看，来了。你看，这就过去了。王爷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这里人太多，挡住了你伟岸的身姿。这样，咱们换个地方再来。小朋友手里拿的那个，那一会儿要是碰见卖兔子灯的，我就……慧呀，麻烦你让一下。啊，这样他都看不见本王，还怎么偶遇？王爷别急，这次啊，您自己转身，我保证能行。真巧啊！
既然遇上，与本王同游如何？好呀，好呀。进黄河入海流。从现代传到古代的女主林若锦，打赌作诗，背了100首诗惊呆众人。白日依山是我修了，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围着心机挑战。阴险狡诈，居然是他！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女主就是暴脾气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信，而且离了算了。看得观众们拍桌子，直呼爽啦！就这个大女主爽。现代女医生穿到古代成丑女王妃，第一步当然是改头换面治好自己。王爷不听话，果然朝堂作诗的情节每次都能把我爽到。前有范闲大殿作诗，在线反驳大臣口中梦里只背1首诗，现有锦衣风华里入海流，直接背了100首诗，震惊朝堂。不仅被夸到好诗啊，好诗，好诗，还会把迎来的险凶给学堂。楚王替他解围后，以为女主会服软，没想到现在你我两清，不要妄想以后本王会对你加以恩赐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谁都得王之内。面对楚王时，被男主误会，人仙要因为他而废了天后。即便最终花神被天后害死，天后心中仍对他的女儿记恨，甚至想了坏主意，让锦觅下凡做凡人历练，企图在人间让他神魂去灭，在世间永远消失。却不巧虚凤也跟着一起轮回，在凡间2个人的感情不减反增。但回到天界，2个人又给他扎1针就好了。被妹妹刻薄对待，女主直接当场报仇，针扎的妹妹没法动。宴会上被绿茶要求现场作诗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。附近的小妾瞧不起自己母亲，绝对不忍站起来就骂。你既然说你是粉丝，因为还心安理得话，也没有用的。阿凤，你就从了也罢。但旭凤却在其中点点沦陷。锦觅对于情爱也并非没有半点反应，他对旭凤的情谊一点点加深，就会听到霜花碎裂的声音。在天界，锦觅认识了老大不小却黑发童颜的红狐狸月老，温润如玉的美男鱼润玉，更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，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，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。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。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结识了心狠手辣的天后，天后是旭凤的生母，但2个人的性格相去甚远。天后对锦觅的怨怼，在锦觅身份被揭露后更甚。锦觅原来是水神和花神的女儿，当年天帝被花神的美貌倾倒，他的也在那一起不是刺激一下。面对王爷，想到曾在婚嫁时被嫌弃丑，而现在用医术治好外貌才换来些许尊严，也是心有不甘。在王爷对他恶语相向时，暴躁回击。不是你修了，而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：水神和天帝之间有约定，如果水神将来生了女儿，要结为亲家。也就是说，锦觅要和润玉成为夫妻，和旭凤只能成为叔嫂。锦觅跟踪穗禾，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，喂下丹药，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，穗禾折返回来，锦觅只能逃走，回到天界。锦觅终于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，那是它的羽毛。阴差阳错地救了这只打破了结界的凤凰以后，锦觅成功逃出水境，随着凤凰一起上了天界，成了他的书童，每天想着300年灵力，100年灵力的大王尊。因为悲伤过度昏了过去，天帝因为悲愤过度自毁元神，润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。锦觅苏醒后，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，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，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，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。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，历经艰险去找先帝力的大哥，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。从此，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2种颜色，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，承载玄穹之光，导致元气大伤。在魔界，你不光是一个不齐的高手，你更是一个赌徒。大婚那日，你就下了一个赌注，你赌的就是旭凤会闯进来，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旭凤，对吗？什么蛇啊天君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一个赌注，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，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。你真的太可怕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
你如此步步为营，分毫不差，你可以让全天下的人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还赢了30万两钱，然后把这些钱都捐给了宁华婶的学堂。这一气氛发癫子，别说楚王了，谁能不心思眼放光？明明是地狱开学，先是被妹妹刻薄针对，又被柳依依陷害，这么疼啊！看到母亲脸上的红斑，为母亲报仇。通过当初下药的记录，就知道是谁害了母亲。原来都是大姐暗中中饱私囊。女主直接喊管家当面对质，解决了家庭毒瘤。和男主的误会解开后，更是强强联手，至少情商都在线。三观超正的清醒大女主，谁能不爱啊？而且女主还演过双世宠妃，冲这颜值剧情我必看。任气的润玉，温润如玉，表面下内心的阴暗。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，用我说出喜欢你的话，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害怕。水神本来打算去取消这个约定，但润玉故意利用锦觅不懂感情，引导他说出喜欢自己的话给水神听。水神以为两人两情相悦，不了了之。可锦觅和旭凤已经双修，有了实质的关系，并护送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。这是春华秋实，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，用灵力催动，便可以画出整个春花秋实的美景。朝春暮秋可以延续1日呢。为什么只有春花秋实，我还想要你的夏赤冬雪呢？画蛇添足，你是火神，便是夏日赤阳。情所困，不想女儿重蹈覆辙，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。待我去后，切莫立他为化神，做个逍遥散仙，便是极好。花神死后，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，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，不能出去，以至于几百年来，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，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。我看到一朵鸟，哎，是一只，鸟是一只一只的，而我呢，便是冬日霜雪啦。如此，正是4季都齐全了。锦觅的允丹经过凡间的经历，几乎要冲破桎梏，打算去退婚。水神以为锦觅是小孩心性，没有答应。已经黑化且无法容忍未婚妻与旭凤缠绵的润玉，趁着锦觅熟睡，重新将允丹修补好。锦觅又断了念想。而天后当年杀害花神的事东窗事发，加上企图杀害锦觅，于是被关进了炼狱之中。但他仍然不死心，将自己毕生功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女，也是心仪旭凤的鸟族首领穗禾。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于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鸟族，助儿旭凤登上帝位。穗禾飞信约见水神，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。信上的字句和旭凤的完全一样，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，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。锦衣风华，看得我乳腺通畅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当现代女一穿越成楚王妃，遇上冷面霸道的男主楚王爷，没想到女主一举一动都踩在我的爽点上，整只绿茶丫鬟绝不手软。开个切实，我打就打了，甚至被楚王拦着救人，女主也不浪费时间解释，上去就是一针。被男主误会后，女主直接丢给对方一纸休书，而是我休了你。好解气的剧情，就爱看这种暴脾气女主。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，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，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。当年看这部剧的人，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，有的因为沉溺于小鱼仙官的颜值，而我不是重点。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，但因花神为看这样的大女主剧真的是爽爆了！现代女一身魂穿苦命的丑女王妃，专治各种不服，上来就暴打心机女。既然敢勾搭王爷，那就开揍！回到家后，父亲责怪她嫁给王爷，却没给家里带来利益。废物，她以为能嫁给王爷，被家里添些处理，发现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，直接当面开队，沦落到卖女求荣。在吃饭聊天时，父亲的小妾瞧不起自己母亲，绝对不忍，站起来就骂：你竟然说你怕弟弟撤销我们的婚约，你以为你害怕失去弟弟常有力的后盾？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，对吗？你任由我出入七武宫，你任由旭凤来看我，你为的仅仅是用我拖住他。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，
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，而你因为带了锁灵簪，别人看不出锦觅的性别，甚至有仙女打算追求锦觅，因为锦觅不识情爱，哪怕做了出格的行为都不自知。阿凤，让爷好好等等你吧。你就算是嫁给苏粉，因为还心安理得花他的眼的，那你岂不是自打下去？面对王爷，想到曾在婚嫁时被嫌弃丑，而现在用医术治好外貌才换来些许尊严，也是心有不甘。在王爷对他恶语相向时，暴躁回击：不是你休了，而是我休了。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围着心机挑战，阴险狡诈，居然是他！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女主就是暴脾气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而且离了算了。看得观众们拍桌子，直呼爽啦！直接对他扔休术。王爷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你休了我，而是我休了你。读美搞事业，开医馆，医术也是没得说。而且医馆不仅没有高额收费，还开了每月义诊，一直没治好的柿子吃了他给的药，立刻就好了。甚至女主自己还开了个医馆，美美搞起了事业。绿茶竹马见缝插针，在宴会上为难女主，让她背诗，结果女主怒背一摆手：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若9天。此路不通的绿茶又在男主面前装可怜，陷害女主，结果女主根本不在乎，爱信不信。气急败坏的绿茶甚至把命案再放到了女主身上，结果被女主轻松化解，不仅解决了瘟疫，还查出了幕后凶手正是绿茶竹马，还做到了让男主反过来求他原谅。就这个一心搞事业的大女主爽，红锦衣风华的女主就是专治各种不服，只能反把欺负自己的人拿捏，被冤枉直接反对着男主人休说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是我林若姐的夫君。被陷害能立刻反击自证，还自己开医馆，完成了古代外科手术打脸王爷。这女主人设每一个情节都是高光啊！而且才发现女主还是双世宠妃的静心哎，可以放心追了。